夏季咧容易上火，有啲朋友會出現眼睛紅腫、舌痛，或者係喉嚨腫痛啊、牙齦震痛啊、口腔潰瘍啊，或者係其他上火嘅症狀嘅時候咧，大家自然就會諗起蓮子啦。大家好，我係謝醫生啊。呢一期嘅影片咧，我哋嚟講講蓮子啦。其實咧，早喺3000年前，我哋國家就有蓮子嘅記載啦。例如喺《詩經》中咧，有三有扶蘇啊，集有荷華咁樣嘅詩句啦。咁體現咗咧，蓮子喺古代文化中咧係有一個重要嘅地位喎。其實咧，呢個蓮係我哋地球上最早嘅被子植物之一喎。佢嘅歷史咧可以追溯到1.35億年前嘅恐龍時代。嗰時候咧，呢個蓮咧喺北半球嘅沼澤地帶咧已經有咗噶啦。喺我國咧，蓮子嘅產區都有著一個歷史嘅演變嘅。例如呢個湖南嘅湘潭蓮子，歷史上一直係貢蓮，佢以3寸蓮咧最有名嘅。咁我哋福建咧建寧蓮子咧，自5代時期咧就已經開始咧作為貢品嘅歷史啦。而我哋浙江武義宣蓮咧，則開始於唐朝啊，佢流行於清朝，都曾經作為咧朝廷嘅貢品噶。隨着時代嘅推移咧，我哋蓮子嘅產區咧逐漸咁擴大啊，慢慢咁形成咗以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福建啊為核心產區咁樣一個分佈格局噶。咁喺中醫裏邊咧，蓮被高度讚揚嘅，蓮子啊、花藕啊都對我哋有幫助嘅。而蓮子咧係好常用嘅一個中藥嚟噶。咁中醫認為咧，蓮子性平，味甘舌，入心脾腎經嘅，佢係一個補脾止瀉、益腎攝精、養心安神嘅功效嘅。好多中醫師咧都將蓮子咧用於脾虛久瀉啊、胃經帶下或者係心悸失眠嘅情況啦。一般我哋平時食嘅同埋藥用嘅蓮子，一般嚟講咧係紅蓮子同埋白蓮子比較多。咁我哋紅蓮子咧口感係比較韌嘅，一般嚟咧作為藥用嘅都係紅蓮子嘅比較多。咁紅蓮子咧有咁好嘅補脾止瀉啊、益腎養心安神嘅一個作用㗎。如果係日常使用嘅話，我哋一般係用白蓮子嘅，因為去咗紅色嘅外皮之後咧，我哋口感會更加好，口感香糯又冇舌味嘅。咁蓮子嘅營養價值比較高啦，佢含有豐富嘅蛋白質、脂肪同埋碳水化合物㗎。蓮子中嘅鈣磷同埋鉀咧含量都非常豐富㗎，佢可以幫助我哋機體咧進行一啲蛋白質啦、脂肪啦、糖類代謝，而且幫我哋維持酸鹼平衡，對精子嘅形成都有重要嘅作用㗎。咁中醫認為咧，蓮子係善於補五臟不足嘅，通利12經脈氣血嘅，使我哋氣血暢而不腐。現在研究發現咧，我哋蓮子所含嘅氧化黃砷視寧鹼咧，對我哋嘅腫瘤細胞嘅繁殖咧有一定嘅抑制作用。咁蓮子所含嘅棉子糖啦，對於一啲經常生病嘅或者係太耐生病或者係產後或者係老年咧身體唔係咁好嘅朋友，都有啲滋補嘅功效。咁蓮子鹼咧有平抑性慾嘅作用，對一啲後生仔佢夢多或者係遺精頻繁或者係滑精嘅時候咧，服用啲蓮子咧都有比較良好嘅止遺攝精嘅一個作用噶。咁同我哋蓮子心提咗出嚟嘅蓮心鹼結晶咧，佢有短暫嘅降壓效果改為呢個季安然之後咧，就會出現比較強而持久嘅降壓作用噶。咁蓮子仲可以幫我哋咧維持肌肉嘅伸縮性。咁蓮子中咧含有大量嘅蛋白質、脂肪同埋微量元素啊，荷葉鹼呢啲物質都可以幫我哋咧有效咁促進凝血啦，維持肌肉嘅伸縮性嘅。最重要，我哋蓮子可以幫助我哋清熱降火，特別係對一啲心火旺盛嘅朋友嚟講，食蓮子又可以幫我哋有效咁降心火啊、清心安神啦。另外又可以咧對於因為上火引起呢啲口腔心瘡啊或者口腔潰瘍啊，都有比較好嘅調理嘅作用噶。同時咧，謝醫生提醒大家，蓮子同埋蓮子心咧雖然係同類於蓮，但係從中醫角度嚟講咧，佢個藥用特性同埋處置功能係唔同嘅。蓮子咧更多用於咧滋補同埋調理我哋嘅身體，而蓮子心咧主要係用於清熱同埋安神噶。蓮子心性寒味苦，歸心腎經。蓮子心嘅寒性咧，使佢具有一個清熱嘅作用，佢嘅苦味咧就有助於佢嘅攝火同埋安神噶。
更有啲朋友問謝醫生啊，蓮子可唔可以生食㗎？實際上咧，蓮子係可以生食㗎，但係咧生食蓮子時咧，我哋要注意清潔咗之後再食。佢可以幫我哋清新口氣啦。如果你想充分咁吸收蓮子嘅功效咧，不妨嘗試生食，佢會有輕輕嘅荷香同埋野味嘅。不過怕苦嘅朋友咧，可能要將蓮子中間嘅心去咗再食，以免咧影響大家嘅口感啦。謝醫生咧都提醒大家，新鮮嘅蓮子咧比較難保存嘅，我哋比較有效嘅方法係放入冰箱急凍嘅，但係保存嘅時間都唔適宜太長。咁好嘅方法咧係將蓮子咧呢啲新鮮嘅蓮子曬乾，咁樣保存嘅時間咧就可以長啲。咁我哋市面銷售嘅乾蓮子咧有啲不良嘅相反咧，佢會增加一啲硫磺嘅處理咁佢係目的係為咗防止蟲蛀，但係對我哋人體嘅健康係不利噶。另外咧，我哋蓮子雖然性平，但係蓮子過量食用咧，可能會導致一啲腹脹，所以咧都係建議適量嘅食用。同時咧，我哋蓮子含有一個止瀉嘅作用對於便秘嘅朋友咧，應該係謹慎食用噶。咁蓮子嘅澱粉含量都比較高啦，糖尿病嘅朋友都要適量食用噶，唔好一次食太多啊。有啲朋友又問謝醫生究竟蓮子係去心定係唔去心食咧？咁根據前面所講咧，大家都應該清楚，我哋蓮子心同埋蓮子咧係唔同嘅兩味中藥嚟噶。我哋蓮子咧本身係有補脾、止瀉、止帶，同埋咧益腎攝精、養心安神咁嘅功效噶。咁我哋蓮子心性寒味苦，歸心腎經。咁由於我哋蓮子心咧，佢含有嘅前荷葉鹼啦、牛角花素啦等等呢啲物質。所以咧，呢個蓮子心咧，佢帶有一定嘅苦味嘅，食起嚟係苦噶。咁我哋平時係食蓮子嘅時候咧，就應該根據我哋咧個人嘅體質嘅需要咧，選擇係唔係要保留呢個蓮子心噶。如果我哋係平時體質比較平和，或者係平時咧火氣比較大嘅朋友，喺夏天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啲心火過旺嘅表現。比如呢類型嘅朋友，經常會感到好煩躁啦，經常會有啲口腔潰瘍啦，夜晚嘅時候咧又難以入睡啦，咁你就可以選擇帶心食用蓮子噶，甚至可以單獨用蓮子心嚟泡茶飲噶。但係咧，由於蓮子心咧味苦性寒，咁脾胃虛寒嘅朋友係唔適合食用噶。咁呢類型嘅朋友咧，應該去咗蓮心，然之後先至食蓮子噶。我就係淨係食蓮子肉就得啦。咁防止呢個苦寒咧傷我哋嘅脾胃噶。如果食咗太多蓮子心咧，呢類型嘅朋友可能會有腹痛啦，或者腹瀉咁呢個情況。另外咧，低血壓嘅朋友同樣都唔係好適合食蓮子心噶。前面都講到，我哋蓮子心咧，佢提取出嚟嘅蓮心鹼結晶咧，有一定嘅降壓作用噶。咁過量嘅食用咧，可能會導致我哋嘅血壓過低，出現頭暈啦、眼黑啦、腳軟啦、冒冷汗心悸小尿，咁呢啲唔係咁舒服嘅症狀噶。咁有啲朋友又問，咁謝醫生發黑嘅蓮子可唔可以再食噶？咁正常嘅蓮子嘅外觀係橢圓形嘅，佢顏色為白色或淡黃或者係紅色嘅，但係咧都有明顯嘅光澤。咁如果係蓮子咧，淨係出現咗輕微嘅發黑，但係冇變質發現嘅情況咧，有可能咧係蓮子外層咧出現咗輕微嘅氧化，可以導致呢個外皮咧出現咗發黑嘅情況。一般嚟講係唔影響我哋正常嘅食用，但係咧，如果我哋買咗個蓮子放咗呢個蓮子時候咧，又冇做好呢個密封嘅工作，或者係我哋將蓮子放喺一個好容易潮濕嘅地方，就好容易咧導致我哋蓮子咧出現發霉嘅情況。咁發霉嘅蓮子咧，一般嚟講佢哋外觀咧就係黑色嘅，佢嘅質感係變染嘅，仲有可能咧有一種發霉變質嘅異味噶。咁發霉之後嘅蓮子，我哋食咗之後咧，由於呢個蓮子發霉後嘅毒素咧刺激我哋嘅胃腸道，可能會表現一啲腹痛腹瀉咁唔舒服嘅症狀。仲可怕嘅係咧，可能會產生導致肝癌嘅黃曲霉素噶。咁為咗安全嘅考慮，發黑嘅蓮子咧，謝醫生係唔建議大家再食啦。多謝大家。